如果你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 OLED 电视，就是非常华丽，然后非常深邃的暗部，超高对比度的色彩，就是你想要说玩游戏有非常有环绕感的音效，甚至你想要接更好的 soundbar， 打造这种最梦幻的终极的男人的天堂体验。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今年年底呢 ，NVIDIA 即将推出这个新世代的40系列的显示卡 ，Intel 还有 AMD 这两家 CPU 厂商，他们也要推出新的整个系列的处理器。那看起来以往厂商一直在讲的 4K 120帧、4K 120帧的游玩体验，在2022年年底或者在2023年即将要成为一个日常。那我相信所有的重度游戏玩家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了，游戏主机，然后键盘、滑鼠、水冷、机壳。那你最后缺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萤幕。好，望向整个目前电脑显示器的市场，就如果你是好一点的游戏的显示器，其实不要说游戏，像我自己剪辑用的 BenQ 的这种强调色准的萤幕，也光32寸也是到2万多块。然后你现在是要有曲面，或者是你要有一些假如 Mini LED 的规格，那可能这个价格就会上到4万。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 OLED 萤幕，然后它第一个有它自己的系统，就是它可以自己单独使用，看一些 Netflix 或 Disney Plus 的影片。然后呢，它有支援这个 Dolby Vision IQ HDR10， 并且呢，它有着4孔这个 HDMI 2.1 的接孔。每个接口都支援所谓的 VR 还有 ALN 这个游戏相关所需要的功能，然后加上就是 OLED 萤幕天生就是有超高对比的这个天生优势。那看起来这样子的梦幻萤幕，如果拿来玩游戏，就是5万块应该不算过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便是我手旁的这一台 LG 2022年最新的C2 OLED 电视。那它是42寸的大小，就是可以当做一台，我觉得拿来当做一个电脑萤幕使用，我觉得尺寸上应该说还能接受。那可能大家会好奇说，到底42寸这个电视拿来当电脑使用，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台其实我已经用了大概1周，我拿来玩游戏啊，做一些文书啊，上班使用。那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些我自己使用的心得。好，首先在外观部分，这台电视其实我一拆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很薄嘛。那当然 OLED 电视可以做到很薄，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它的脚架，如果是42寸的话，我那时候有看图片，就是如果你是55寸、65寸的，好像脚架的外形会不一样。那这台42寸的话，是2个算是 L 型的样子，塑胶的材质，然后锁在电视的2侧，然后高度是没办法调整。然后在电脑相关的规格方面呢 ，LG 是目前在这个进口电视的御三家，就是 Sony、LG、三星这个御三家，它是唯一一家同时支援这个 G-Sync 还有 AMD 的 FreeSync。那 NVIDIA G-Sync 还有 AMD 的 FreeSync 这2个功能，其实是要帮助，其实就针对众多的这个电脑主机用户。他们这个功能就是说，你电脑主机用户在接电视的时候，他们呢可以运作第一个，不管是延迟或者是画质，或者是一些就是第3样，就是它游戏的一些画面的撕裂这个状况，它都可以减到最轻。然后加上其实这个4孔的 HDMI 2.1 接孔啊，它都支援就是 VR 可变更新率，然后 ALN 这个自动的游戏模式的功能，所以其实接起来就是非常方便。应该目前是唯一 LG 应该是都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说4孔 HDMI 2.1， 然后都支援这些 ALN 还有 VR 功能的。所以呢，比起一般的电脑显示器，其中那个 HDMI 2号接孔支援 eARC， 所以比起一般电脑显示器，你可以再接所谓的 soundbar， 在这个 LG 的42 C2 上面，就你可以利用2号孔的 eARC 功能接到 soundbar。然后其他接孔你可以接你想要用的设备，
然后刚好 LG 我觉得它也算是针对这种小型的电视萤幕，它有做了一个新的这个 Soundbar， 他们台湾叫做小秋bar，然后叫做其实原厂的英文代号好像叫 QP5W。这个Soundbar非常的有趣，然后其实我们之后也会为大家做这个第一手的开箱测试。好，那就大家期待下一次的影片，就先订阅起来。好，那如果你是重度的游戏玩家，你有一台 PS5， 你有一台 Xbox， 你有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游戏主机，然后加上你可能还准备了一套非常好的这种 Soundbar 的音响，目前市面上如果你都要接好，你都要让它发挥最高的规格的话，那看起来就是 LG 家的，尤其是 C2 这种高阶的电视才能符合你的需求了。当然 LG 它电视的整体的操作，像我觉得它整个的操作界面啊，或者是像是它的一些，尤其是 WiFi APP 操控功能都非常好用。只是今天我们的谈的角度会是以电脑萤幕来看待这个42C2 这台电视，所以LG 电视它众多的有某些的优点，就作为电视的优点，我这次就不再赘述了。电视当电竞萤幕用或当电脑萤幕用，很多人担心的是就是会有延迟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新率残影的问题。那相较一般 LED 电视啊 ，OLED 电视其实它的延迟是要自己发光，所以它的延迟是非常低的。然后我们也有用了几款游戏，实际上大家看一下，我们甚至有录影，所以我这几天我有用了好几款游戏来测试，大家可以实际看一下这种游戏的效果。然后测试的时候，其实我是用我本身的，我是用笔电，电竞笔电，我用的是技嘉的这个 Aero 系列的 OLED 笔电，它 CPU 是配对了这个 Intel 的 i7-11800H 这个 CPU， 然后8GB 记忆体的 RTX 3080就是行动版本的显示卡，然后记忆体我记得我是加到了32GB。好，然后我手边还有一个比较的萤幕是 BenQ 的，像我自己剪辑用的 PD3200U， 这个萤幕也是2万多块。好，那测试的游戏我选了哪几款呢？第一个我选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玩那种 Apex 那种第一人称射击嘛，所以我就去找这个非常经典的士官长，就是 Halo Infinite 最后一战。然后我还有选了这个战神。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就是艾尔登法环，这个也是非常多人玩的这种第三人称的角色游戏。然后最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赛车类型的游戏，这种就是看那种画面更新率的，就是 LG 他们官方合作的 Forza Horizon 5。好，但是我当然觉得说，目前我笔电的配备其实是没有办法激发这种高阶电视它的所有的潜能的。所以呢，如果到了年底，就新的 NVIDIA 40系列的显卡有发布，然后 Intel 新的 CPU 也有新的产品推出的话，我们到时候一定会组一个这个 Final Fantasy 等级的电竞测试主机给大家看看，然后之后我们也可以录更多这种游戏相关的企划跟主题。好，那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电脑去接这个电视萤幕，尤其像 Windows， 它有一些这种 HDR 的设定啊，或是一些帧数，然后还有解析度的一些设定，你都要去相关的选项去把它选好，就才不会说，其实你玩了半天，你根本不是，你根本就只是在玩 Full HD 的画质，或你根本没有开到 HDR 的这个高动态范围的规格。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它这个游戏的画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there at? Summer. Anybody call it backup? Yes. Inbound. Right behind you. Still find their mark.那我们刚刚看完了游戏的画面呢，其实我自己的体验感觉就是 LGC2， 尤其你是在玩一些像艾尔登法环，它的一开始的那个地道，其实我用我自己技嘉 Aero 的笔电玩啊，我就觉得一开始那个，尤其是一些地上的草丛啊、阴影处，根本就是整片黑的，就其实你看不清楚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用了 C2 当就是你在玩这些艾尔登法环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楚，就它暗处的表现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亮度上基本上也是碾压我自己技嘉的这个 15.6 寸的 OLED 萤幕。那当然，我那个 BenQ 的 PT320U 就更不用讲了。然后除了影像本身非常好之外，我觉得42CU 它还有一个令人非常惊艳的地方，就是它的电视的萤幕。一般电脑萤幕大家都会觉得说电脑附的喇叭就是普普通通，然后声音很扁。但42CQ 其实他们自己家有一个第一个，他们家有一个智慧 AI 的音效功能，然后它的喇叭本身功率我觉得也做得蛮大的，
所以你在开了这个智慧音效的功能之后，像我艾尔登法环一开始那个走在地道里面它整个回声，然后挥剑的时候那种跟水滴的那种空间感，我都觉得做的蛮好的。或者是像最后一战你开枪的那种震撼感，其实也是不错。当然，如果您想要最终极的体验，我会推荐说，就是你要搭配一个 LG 他们家的 QP5W 这个美型 mini 3把。对，那大家可以看下次的影片。然后我觉得LG 它还有一项非常厉害，就是说它有一个在你玩游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游戏的显示面板。这个是他们在今年的 CES 展有讲说，就是特别今年的2022年款式，他们有更新这部分。所以像我在玩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调出这个游戏的显示面板，然后去看我目前的帧数或我现在的一些阴影啊或动态的这种图形的设定，我觉得是非常方便。那除了游戏的这种体验，就是一些日常生活来讲啊，我觉得42CQ 这种大画面，其实它剪辑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就你不用剪辑的时候还要看着那种小框框，然后去滑鼠去点啊，就你常常看到那种片段都挤在一起，然后你剪辑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如果你是因为剪辑嘛，所以你可能会对这种颜色比较有要求。那 LG 其实他们家也准备好，就是说你可以用像我手边，就是这是一个校色器。然后 LG 家的像 C2 这款电视，其实你可以搭配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这种校色软体，叫做 Kelman， 然后跟 LG 他们有合作，有一个叫做自动校正的功能，就是你就只要搭配校色器，然后你再开启 Kelman 这软体，然后你就让 LG 的电视要自己跑，然后就完成所有的这个校色流程。那当然 Kelman 目前它的版本还不支援这个最新 C2 的自动校正。所以等之后，如果 Kelman 软体的更新，我们也会就是发一部影片教大家说，怎么用就是用校色器来自己做这个LG Kelman 的自动校色流程。好，让各位使用者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更深入的去使用这台电视，然后得到更好的效果。那电视当电脑萤幕的缺点，有些人会说是要遥控器开关机。那其实我自己本人的感觉，我是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你今天你把42C2 你放在你的面前，然后它本身你当然可以用遥控器开关机嘛。那它电视的下方还有个按钮，你也可以去按。其实我觉得使用起来跟电脑萤幕是差不多的。然后有人会觉得说，42寸放在电脑桌上会不会太大？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32寸使用的习惯的话，42寸你应该会觉得就是应该能够马上能适应，而且你不会觉得它是不好的，你会觉得它是更过瘾的。然后如果今天你只想单纯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LG C2 它本身就是一台电视嘛，所以你就只要用遥控器开机，然后选你想要看就好，你就不用再去开电脑。就是有些人他下班他有时候不想要玩游戏，就是想要看部电影，那就很简单的用这样子。就是这个功能，其实像前阵子我有个朋友，他就买了三星不是有出了一个智慧萤幕叫 Smart Monitor， 然后好像型号叫什么 M8 还是什么。然后我朋友就是跟我讲说，哇，那个电脑萤幕超级好用，就是它可以就是不用接电脑主机啊，它本身也可以看什么 Netflix， 也可以看，它回家可以看 YouTube 什么的。然后我心里面想说，这不是本来电视就有的功能吗？就电脑萤幕怎么突然有了这个，就好像很厉害一样。那如果你是就是喜欢这样使用的方式的话，42C2 也一定会适合你。好，那另外居家使用上很多的，我看其实这台电视有很多网友他们在讲说这个萤幕反光的问题。那以我自己使用的习惯为例，在我日常使用，在我们办公室的使用情况下，就如果我想要玩游戏得到最亮丽的这种颜色，基本上我先讲我使用技嘉 Aero 的时候，我亮度要开到 70%。那我的技嘉 Aero 亮度都开 70%， 以我这种每天都是与电脑为伍，就我每天工作都用电脑，要用蛮长时间，我大概下班这样的亮度，我玩2个小时，我眼睛就会比较酸涩，比较受不了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在萤幕反光这件事情上啊，就是你想要反光，
比较少，影响比较少一点，萤幕亮度开亮。那或者是说你把环境的亮度变比较暗，然后萤幕可以调到一个适当的亮度。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平衡啊，还是电脑用户大家要去取舍的这样。但简单来讲，我觉得萤幕反光的问题啊，我觉得是还好，而且你都可以靠你的布光，就是你灯光的强弱啊，布光的位置去做调整，尤其是影响是不大的。然后我自己这几天在使用 CQ 这个萤幕的时候，我觉得唯一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不方便的是，我觉得就太亮了。好，当然太亮之外，就是为什么讲太亮？就是我觉得很奇怪，也许是只有我技嘉这个电脑接的问题，就是我电脑在接上去这个 42CQ 的时候，它的亮度调整会像一般电视单独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去调它的一些电视本身的亮度。但当我跟笔电连接起来之后，其实我去调笔电里面亮度，萤幕 LG 42CQ 它的亮度也不会变，然后我 42CQ 本身的亮度调节的功能也不见了。所以变成说，我要调亮度，电视的亮度的话，我必须切换不同的电视的亮度模式去做选择。简单来讲，假如说我要切到它有一个 ISF， 就是色准模式吧，然后我要切到色准模式，然后它开这样减蓝光的功能，这样才是我觉得平常日常工作比较舒服的亮度。那我玩游戏的时候，当然我就是进到游戏模式，然后游戏模式里面它有3档可以做调节这个亮度。所以，当然我自己使用是因为其实我每天都用电脑，都用上了10几个小时，非常长的时间。那大部分人，我相信你买 42C2 应该也不会是拿它来做日常的办公使用，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拿它玩游戏。所以大家的使用习惯来讲，我觉得亮度这个包容度可能都比我还高上许多。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使用的经验。好，那接孔部分我们刚刚讲说，因为像一般电脑萤幕可能它会有一个DP 接孔啊，或者是还有 USB Type-C 的接孔。那 42C2 它就只有这个 HDMI 2.1 的接孔。所以如果你是 Mac 系列的用家，你想要用，因为 Mac 它我记得好像现在最新的 Mac Mini 它的 HDMI 只能送 4K 60帧，它是 2.0 的版本。那如果你想要用 DisplayPort 或者你想用 USB-C， 你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萤幕了。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 OLED 电视，就是非常华丽，然后非常深邃的暗部、超高对比度的色彩，就是你想要说玩游戏有非常有环绕感的音效，甚至你想要接更好的 soundbar， 打造这种最梦幻的终极的男人的天堂体验。其实这台 42C2 我觉得一定是这种玩游戏的梦幻艺品清单里面的必买选项之一。那我们麦斯音响其实现在就有针对这台 42C2 有做一个就是粉丝专属优惠价的活动，所以呢，依照以往的惯例，只要截图订阅我们频道的图片，传到我们的官方 LINE 的粉丝团，然后我们小编就会给你一个粉丝专属的粉丝优惠价。最后就是，其实我们麦斯音响呢，我们 LG 的展示区域最近已经重新装潢了。那在这个月的28号，我们要做重新的开幕。然后呢，其实现场就有展 LG 整个系列的家电，然后 LG 的 OLED 电视，还有包含高阶的今年的 Mini LED 电视也都有展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想要体验这种 LG 电视、OLED 电视，它的华丽的色彩，一定要亲自来我们这个麦斯音响来好好的体验一下。那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底下留言，或者你想要看一些更深层的内容，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那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